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麻达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正确使用厨刀。因为如果你不会正确使用的话，哪怕你买上千或者几千的高级厨刀，用一段时间之后，估计会跟9.9块包邮的没什么区别。没有说9.9块的刀不好的意思。那要懂得如何正确使用呢，首先你必须了解你的厨刀。所以呢，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些基础的知识。今天不涉及到刀工，因为刀工呢实在是太广泛了，想要讲清楚可能1万个字都不够，以后再说。那大部分的厨刀的材质呢，都可以统称为不锈钢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人呢会喜欢用艾锈钢，就是很容易生锈的那种钢材，或者是呢，现在还有最新的很贵的黑科技粉末钢，这又是另外一个范畴了，还是没有1万字讲不清楚的，所以下次再讲。像这种做锅子的不锈钢呢，它的耐腐蚀性很强，但是质地比较软，这种统称奥氏体，像304、316这种都是。所以做厨刀呢，需要另一类硬度比较高的不锈钢，比如说马氏体。那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的厨刀用的都是420这种等级的钢材，它的硬度是够用的，但是锋利度会欠缺一点。更高级的厨刀会追求更锋利的刀刃，所以呢就会使用更高等级的叫高碳不锈钢，比如说像440以上的这种等级。那这样的不锈钢呢，它可以统称为高碳不锈钢，内部又分为很多种类。那此处再省略1万字。所以今天主要会介绍高级厨刀用到的高碳不锈钢，它的特性呢是会牺牲一点耐腐蚀的特性，去换取高的强度和硬度。那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到它的基本特性了，就是硬度很高，柔韧性略差，有一点点的可能性会生锈。了解这么多之后，其实该如何正确使用就很清楚了吧？第一是永远不要用厨刀做以下动作：剁大骨头、撬罐头、劈柴。第二是保持刀身的干净干燥，切完菜不要隔夜，尽快洗净擦干，不要丢在水池和脏碗一起泡，不要用洗碗机。第三，用硬度适中的砧板，避免玻璃、竹子、金属、大理石这些太硬的材质，不要直接在料理台上切菜。第四，刀一定是越用越钝，正确的磨刀才能让一把好刀始终保持好用。刀刃的结构放大了看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切菜的时候，刀刃持续撞击砧板，尖端就会出现偏斜。小时候你们有见过爸妈用碗底磨刀吗？其实这个动作起到的就是纠正偏斜的作用。还有肉铺老板常用的磨刀棒也是一样的效果。刀刃两侧跟棒子摩擦时，其实也是在纠偏。多说一句哦，新手用磨刀棒要这样往下滑比较安全。还有这种懒人用磨刀滚轮。其实滚轮对于刀刃的作用是有限的，大部分的效果也来自于纠偏。当刀刃已经真正用钝后，需要重新塑造出锋利的刃角，那就必须磨刀石上阵了。再多说一句，磨刀石的目数表示细腻程度，目数越高，石头越细腻，一般价格也越贵。所以市面上很多磨刀石都是虚标目数的，购买时要注意。如果刀刃上有小缺口，需要从240到400目开始起磨。先把缺口去掉。李白遇到的铁杵磨成针的老妪，用的大概就是这个目数的石头。磨刀石用之前先浸泡几分钟。这块是我们曼氏曼语出品的，下面有防滑硅胶垫，把石头固定好，刀刃固定好一个角度，大概15到20度，开始磨刀。虽然看起来我在来回的磨，但固定刀刃的这个手指在推出去时有用力的摁住。拉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放松的，所以我是在顺着刀刃的方向使力，这点很重要哦，相当于撸猫要顺毛，不可以逆毛。一段磨好了，平移到下一段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什么程度算磨好了呢？首先仔细看刀刃，细小的缺口变得不明显了，然后用手摸。刚才大家已经知道刀锋是会偏斜的，磨刀过程中也一样，这种偏斜用手可以感觉出来。当你感觉整条刀刃都均匀的偏斜，就可以换边了。现在跟刚才是反过来的，拉回来时用力摁住，推出去时放松。磨刀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是保持刀刃与石头夹角的稳定，不熟练的话可以用定角器辅助。就这样一个小东西夹在刀背上，刀刃就能保持一个固定角度，对新手来说挺方便的。400目磨完，刀刃已经完全平滑，就可以换到1000目了。
磨刀的手法跟刚才一样的，两面都磨好的刀，要用手指仔细检查刀锋，感觉有偏向一面的话，这样拉2下纠正过来就好。1000目的磨刀石足够把刀刃磨到锋利了，一般这时候就够用了。如果对锋利度有超高要求的，可以再继续用3000、6000目甚至10000以上的磨刀石来抛光，最终呢可以把刀刃磨刀像镜子一样。不过要一级一级的磨上去，中间不能偷懒越级哦。除了刚示范的主厨刀，菜刀也是同样操作。这把是我们新出品的菜刀，用的也是很好的钢材，使用上的注意事项跟前面都是一样的。要检查刀有没有磨好也很简单，拿一张 A4 纸，磨之前切纸是这样的，磨之后是这样的。磨好的刀用起来顺畅、舒服又安全。之前呢，我身边有小伙伴偷懒，找了磨刀专业人士来帮忙，就是那种走街串巷的手艺人。我剪子嘞，抢菜刀，没想到给磨成这个样子了，很明显是磨刀石目数和角度都不太对，所以呢，真心建议大家收藏这条视频，说不定哪天就能用得上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对大家该如何使用尺度刀有一点帮助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投硬币一键3连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